哪一天呢、我这么滑手机，我看到说，怎么有个身价几亿的老板说离婚了？我看离婚原因竟然是说嫌弃他老婆没有成长不长进，拖累他事业，所以他们就离婚了。那我心里就想说，这根本就是人渣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的脑子大概有问题啊。我也可以去同理心去思考，自己曾经有这个疑惑过，但是我后来开悟了。为什么？你如果是老婆，你一定要发给你老公看，因为男生只听得懂男生说的话，是这样讲啊。我们有句老话，男主外女主内，其实就是专业家庭分工的概念。什么叫家庭分工呢？我们今天开公司，对不对？你所有东西都外包，你专业的找财务嘛，专业的找销售嘛，那你就看什么专业就外包出去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自己是不是更有时间去思考更长远的事情，更抽象性的思考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想，你的家庭，你老婆她已经帮你处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，还有家事、扫地、煮饭，还有你的小孩子的课业，这些全部，它都是很多有的没有事情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去思考更长的事，等于是说，你把你的所有的杂事全部外包给你老婆，但是你老婆她就像是创业初期的你一样，全部得自己来，对不对？每个人创业初期嘛，都是校长兼壮中，啥事都自己做，你想不了太长远了。所以说，当你回家，你会看到很混乱啊，又没有效率，你就想要跟他讲说你要怎么做怎么做，但是你老婆听了一定会更不爽。你在家里回来就是饭来张口茶来伸手，在那边啰里啰嗦的，你们两边就吵架，长久下来就磨灭了夫妻感情。其实后来我自己就觉得说，你的家庭其实它是要以感情为主的。你要想说，你今天老婆她付出她的人生去处理这些事情，那你要去包容她，你要去爱她。所以说，容许一定的混乱。像我有个朋友，他每年给他老婆一笔钱，你要去投资，你要去怎么创业啊，乱七八糟你就随便搞，他反正花完就算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你只要把这个风险你自己可以掌控，你就随便他，你知道意思？你回来家里面，你就是一个辅助角色，你不要去侵害到家庭里面的控制核心。当然，你如果是说大事情、长远的方向判断，还是得我们嘛，对不对？当我们回过头来讲这句话，就是老婆开心，全家就开心。你不管怎么思考，你最后都会回归到这个部分了。当然，你如果想要让家里更有效率，那你就必须专业外包嘛，就只有这一条。你找佣人、找司机，家有几个就请几个嘛，所有东西都外包出去，那你老婆就会开始突飞猛进的成长。这个是我自己开悟了，但是最终一句结尾啊，就是说，你今天你管理公司的事情，你用家庭的方式在管，你会倒闭；但是你家里的事情，你用公司的方式在管，你一定会妻离子散。家里是谈感情，但是不谈效率，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啊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可以留言啊，记得转发给你老公看，因为男生才知道男生要说什么。